听说你们有一枚本镇的竹牌，不妨拿过来，让我来看看。这枚竹牌并非本镇之物，你等初来乍到，便媚地瞒天，如此存心不良，我们一刻也不敢留。族长息怒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是陪朋友到此地来寻亲的。寻亲？是谁寻亲？寻的何人？在下白软软，为寻生身父母前来跪地。我奶娘离世前曾说，自己的家乡在空寂岭，我自幼被她抚养长大，我想我亲生父母也可能在这里。空寂岭。你奶娘姓甚名谁？我不知道奶娘的真实名字，但她姓何，医术高明。江湖上都称她何仙姑。老夫从未听过此人。不过许久前，此地的确叫空寂岭，但早在10余年前，空寂岭族人皆已亡故。白姑娘，你欲寻之人，怕是再也寻不到了。空寂岭发生了何事？为何会空无一人？听说是瘟疫所致。老夫也不知其详情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枚竹牌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我们入镇时遇见一个据说是破红魔的猫面人，这个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司徒族长，空寂岭的族人虽已亡故，但白姑娘若能知晓其双亲的身份，亦可无憾。我们还要进京赶考，不会在此停留太久。几日之后，不管是否寻到线索，我们都会离开。还望族长能够念在白姑娘一片思亲之心，能够应允。是啊，而且我们愿意出双倍房子，不会白住的。既然白姑娘的奶娘是咱们这里人，不算外人，爹，您就容他们住几日吧。司徒家倒是轮到你拿主意了。夫人瞧着与墨心姑娘似姐妹一般，不过墨心姑娘倒是可惜了，竟没有传到夫人一半美貌。
姑娘可别拿我这老婆子说笑了。才不是说笑呢，我这个人呀，最是嘴笨。是啊，夫人这通身的气度，正是大家宗父风范，说是风华绝代，都不为过呀。对对对，真是能言善道。我见公子风流韵界，想必一定是大家公子吧？说起我们包家呢，不过是庖丁之家，所至药膳虽仅是名扬泸州，但最不济也得了王爷的眼缘。唉，不过这个世道，有点名有什么用呢？远不及做官好。夫人您说可是？你们二人如此默契神会，不知是何关系啊？我们是兄妹呀。我哥哥最厉害了，10几岁就考了功名，在我们泸州可是大名鼎鼎的才子。这回进京赶考，定能金榜题名。哥，你说是吧？话不能乱讲，妹妹。司徒组长，我们的事，我命人带你们去偏院安置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怎么不行了？白姑娘的奶娘原本就是本地人，不算外人。爹，你就让他们住下吧。我看他们一行都是读书人，这半夜3更荒郊野外的，多危险啊！你睁大眼睛看看他们2人的行头。你没长脑子，眼睛也没长吧？话说得这么难听，她不是你亲生女儿啊！我说行，她就行。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莫心，带他们去偏院。那就多谢夫人，多谢组长。我也去。你不许去。哼。这边请。哎呀，我说你疯了！这群人来路不明，怎能随意让他们留住？你呀你，真是越老越糊涂。这枚珠牌明摆着源于空寂岭，这事隔多年，此物突然凭空出现，恐怕不妙。我们若想解铃，必须这行系铃人。院子里还住了另外一位客人，除了那一间，其他几间你们可以自行选择。不是说镇内不许住外人吗？怎么还会有别的客人啊？听说赵公子是开封府尹之子，家父自然不敢怠慢。哟，好大的来头啊！诸位先行休息，我帮你们去添置一些东西。有劳姑娘了。夜深路暗，小女子将这只灯笼赠与公子吧。
多谢。包大哥，快走吧。南妹妹，你刚刚说莫心姑娘生得不好看，就不怕惹恼她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说自己和包拯是兄妹关系啊？就是，我看着都捏了把汗，生怕人家直接把咱们轰出去。不中听的话当然会惹恼别人，不过，如果惹恼一个司徒莫心，就捧得司徒夫人高兴，让她留下咱们，为什么不呢？你那么说人家女儿，她能真心高兴？结果很明显呀，司徒夫人对待两个女儿的差别显而易见。司徒莫心在这里的地位更像是个丫鬟，族长夫妇对待她也不太像对待亲人的态度，所以我猜司徒莫心应该不是司徒夫人的亲生女儿。你不如解释一下小白的另一个问题，妹妹。那个什么司徒多罗，一进屋就盯着阿整不放，一副花猫看耗子的吃相。还有那个司徒莫心，勾勾搭搭的眼神跟狐狸精附身似的。我可警告你，离他们俩远点儿。你要是敢红杏出墙，看我不剁了你！合着你自己作妖，反倒是我没礼貌。包大哥，你们觉不觉得这房间里还有别人？你们听，好像有孩子啼哭的声音。这哭声虽弱，听起来抓心挠肝的。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去看看。包大哥，难怪啼声不止，果然有小儿在此。司徒家的人倒是心比天大，把孩子落在客房不说，还裹那么严实，怕不是要把人给憋死。阿整，你没事吧？这怎么会有一只咬人的野猫啊？你们看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看似一行求救的血书，为何会写在包裹着野猫的襁褓中呢？是妖铃声。
破红魔！哎，展昭！破红魔在哪儿？他刚才明明身在此处，怎么转眼间就不见了？这是什么？是一只头骨。司徒家的偏院中，为何会埋藏一只头骨？先是写有血字的襁褓，再是这土中的骷髅头。哎呀，这个司徒家怎么阴森森的？你们说，会不会是破红魔？说不定就是他，把这只头骨埋藏在这儿的。我看啊，血书中暗着的杀手就是破红魔。一切尚是茫茫然，咱们还是先回房再说吧。走。哎，等等，我记得先前出来的时候门明明是开着的，这会儿怎么关了？哎，莫不是趁我们刚刚离开之时，有人偷溜进来了？先进去看看吧。哎，小心！包大哥，没别人啊。是谁？还不快出来！人回来了。失敬，失敬。赵某适才，听闻此间似有骚乱发生，便过来一探究竟。因无人应门，在下唯恐是幽灵作怪，便贸然闯入。谁知突然一阵阴风袭来，吓得我马上躲那儿去了。见过公子，敢问阁下可是族长家的贵客？正是。在下赵元林，乃全知开封府氏之子，师从八贤王就随庞太师，人称京城第2富贵小才子。那谁是京城第1富贵小才子啊？当然是皇上嘛。是八贤王的玉佩。听莫心姑娘说，令尊可是开封府尹呢。他若是有这种幻觉，我也是没什么意见。在下包拯，泸州人士，是进京赶考的学子。这位是白软软、展昭、南天竺。原来是包兄啊！哎呀，自从包兄破获了泸州府尹一案之后，王爷常对你赞赏有加。今日泸州第1大才子遇上京城第2富贵花，这好比是豺狼遇虎豹，咱们是不相上下。在下不才，承让，承让。彼此。岂敢，岂敢！俩人头一回见面，咋还对上暗号了？在下正好有事，想向赵公子求教，不知可否坐下一叙？自然，请。
我怎么瞧着这位赵公子像把公孙策与和儿融为一体了？听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不会吧？那这人也太分裂了。我等进京赶考，竟未成想会在此地与赵兄相遇。哼，胞兄一定好奇，在下堂堂金庄小才子，为何不在京城招摇，而要来此低调？算是吧。哎，即使胞兄不问，在下也要与你说道说道。哦，5日前，家父意外收到一封血色密札，信中写道：“见字如见骸，今已幽灵归来，白骨之离。空寂岭恐将陷入屠镇之灾，吾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”空寂岭，吾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家父一向不信神魔之类的诺词怪说，他怀疑此封求救是有人恶意为之，但在下却有种预感，即信中所言早早可据。随后经我一番威胁，家父终于允许我以受命私访开封府为由前来探探虚实。你是如何能够威胁尊君的？家父向来最怕我缠着他，于是我告诉他，他若是不允许我来，我就请王爷帮我在府衙谋个差事，到时我天天赖在他眼鼻子底下，一刻也不与他分开。没想到啊，堂堂全知开封府事，竟如此好骗。那看来令尊一定很信任你。哎呀，家父对我不是信任，而是嫌弃。况且我向来实话实说，所以他才会被我一下一个准。啊，那赵兄既欲前往空寂岭，为何会又来这破灵镇呢？说来也怪，除了那纸求救信笺之外，密札之中还附有一张空寂岭的地图。我一路寻来，见其所在之处竟是所谓的破灵镇。其实，在来之前呢，我已经翻查过其他地图，发现从16年前起，这空寂岭突然在地图上消失了。会不会是因为它更名为破灵镇的缘故？应该不是，那地图上既无空寂岭，也无破灵镇，就像是它如无人之境一般。难怪那人说这是幽灵种呢，咱们该不会真进鬼窝了吧？听族长说，空寂岭的消失是和瘟疫有关。不像，若真是瘟疫所致，为何卷宗上无任何记载？我猜其中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。听说破灵镇中每年今日都会有猫灵现身，不知赵兄是否知晓其详情？说起此传言，在下也略有耳闻。据说此猫灵名为破红魔，是人形，一张脸似猫非猫，且来去无常，靠吸食血肉为生。那赵兄可曾见过其真容？未曾。敢问在下能否接纳密札一观？哦，为稳妥起见，我早已将那密札付之一炬。哎，宝兄，这是何物啊？看你怎么像护着心肝似的，一直捧着呢？此物虽不是心肝，但也八九不离十了。头骨。哎呀，世上还有此等怪事！此襁褓中的字迹与在下收到的那封血书字迹极为相似。这破灵阵真是愈发扑朔迷离了。包公子，莫信来给您添置些用品。来了。南姑娘，
莫心妹妹，包公子，莫心给您准备了一些用品。啊，多谢。我家哥哥平时听惯了大吆小喝，偶一听妹妹这般温声细语，麻得他呀腿都站不起来了。妹妹，千万别介意啊。怎么会呢？真羡慕南姐姐，一身傲骨，说话亦可掷地有声。不像莫心，如墙内家犬，虽有寄居之所，却只能怯声怯气，终生低头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莫心姐姐好可怜。是啊。依赵公子看，我和莫心姑娘谁更美啊？什么竹？哦，南天竹。南姑娘美。怎么个美法？美得像个妖精。展昭，你快看看我脖子。哎，包大哥，你脖子上怎有这么多肿泡啊？肿泡？哎呀，这会不会是我们刚进镇的时候被蝎子蛰的？这不像蝎毒。会不会是破红魔借着蝎子和红烟掩人耳目，趁机给包大哥下的毒啊？哟，那我得赶紧带你们去找梅娘，她是镇上的神医。好，走吧，来，走。走。不过叫你去偏院安置些东西，怎么这么久？还不赶快回去把花搬到廊下？怎么，老娘说不得你是不是？啊？哟，这么晚了，几位是要去哪里呀？鲍公子受伤了，我带他们去看郎中。哎呦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伤了呢？莫心，还不快去带路？是。让莫心姑娘回去吧，我带他们去即可。啊，那也行，那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好。这就是所谓的大腹风范，女子榜样。场面话怎么能当真啊？你们别看司徒夫人这样泼辣难缠，其实她的心思简单的很，人也不算坏。这还不算坏？司徒夫人对两个女儿的态度如此不同，想必司徒莫心不是她亲生的吧？的确不是。这位族长夫人是继妻，就连多罗姑娘也不是她的亲生女儿。不过多罗姑娘是前头正室留下的，处境比莫心姑娘强多了。其实比起夫人那流于表面的难缠，我反而觉得族长的心思更为莫测。啊？此话怎讲？啊！
哪里来的尖叫声？像是梅娘家的方向。走走。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，我便步步推理，难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茫茫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宝不